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。今天准备和大家说3则和直播有关的恐怖灵异故事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是个实况主，专门直播恐怖游戏，频道的名称叫黑幕惊魂，有点知名度，但还谈不上顶流。我的直播风格是冷静、理性，搭配突如其来的吓人时刻，让观众乐在其中。虽然直播恐怖游戏已经够刺激了，但没想到真正的恐惧竟来自于我自己。那天我照常开启直播，游戏选的是一款气氛诡异的第一人称惊悚解谜游戏。画面中昏暗的房间，木板嘎吱作响的声音搭配背景音乐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一边操控角色，一边和观众聊天，气氛正好。然而，大概过了半小时，有位熟悉的观众在聊天室留言：“主播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”我皱了皱眉，手停在键盘上，心里一沉。这类留言偶尔会出现，观众们总爱开这种玩笑，说什么主播后面有人，你是不是刚刚在笑之类的。但这次不只是一个人在说：“主播，你的脸模糊了。”哎，真的耶，他的脸好像糊掉了。我刚刚还以为是直播画质出问题。我本来想一笑置之，但好奇心还是驱使我切换画面，打开自己直播间的视角。镜头中的我没有五官，我屏住呼吸，视讯画面里的自己明明坐在电脑前，却像是被某种奇怪的模糊效果覆盖了整张脸。影像中我的身体清晰可见，连肩膀上衣服的皱褶都毫无破绽，唯独头部被一层诡异的雾遮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自言自语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却感觉一切正常。聊天室疯狂刷屏，观众们的反应比我还激动。主播，这什么新特效吗？你是不是用了某种滤镜？太诡异了吧！刚刚还有脸的呀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快速检查 OBS、直播软体和摄影机设定，所有数据都正常，网络流畅，解析度完好。我甚至关掉摄影机再开一次，但画面里的自己依旧没有脸。可能是摄影机故障了，我强笑着安抚观众，先关掉视讯，专心玩游戏吧。然而，我的手才刚一到关闭视讯的按钮，就看到聊天室出现了一条讯息：不要关掉，你的脸出现了。我的手指僵住了。真的回来了。等等，这张脸，主播，你有刚刚那样笑吗？我心跳加快，紧盯着画面中的自己。果然，那片模糊消失了，我的脸回来了。但那真的是我的脸吗？荧幕中的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不，我没笑。我此刻正屏息凝视着画面，脸上的表情应该是紧张的，可影像里的我却是在笑的。而且那不是我的笑容，那种笑容太过完美，嘴角弯的弧度精准的仿佛刻意计算过，眼睛睁得比平时更圆，透着一丝僵硬，像是有人带着我的脸，模仿着应该有的表情。主播，你笑得好怪，你现在是真的在笑吗？有人在操控你的摄影机。聊天室的弹幕越来越快，我的背脊发凉，顾不得其他，直接伸手遮住摄影机，这才让画面中的自己从荧幕上消失。抱歉各位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。我急忙结束直播，甚至连关机画面都来不及切换，直接关掉电脑。我的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死寂，荧幕黑了下来，照映出我的脸。我低头看着双手，它们微微颤抖，汗水浸湿了掌心。我试图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某种技术错误，可能是摄影机故障，
或是某种直播软体的 bug， 但我的内心却有个声音不断告诫我，那不是错误。我的影像真的被改变了。我深呼吸几次，试图冷静下来，伸手打开电脑，打算重新检查摄影机设定。然而，就在荧幕亮起的瞬间，我愣住了。我的直播间还在运行，可是我明明刚刚已经关闭了直播。更可怕的是，画面里还有一个我，那个我正对着荧幕微笑，嘴角缓缓地扬起，仿佛正在盯着真正的我看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眼神带着一种莫名的恶意。聊天室还在滚动，观众们依旧兴奋地讨论着，主播的笑容越来越诡异了。这是新直播梗吗？然而，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正在观看的那个人已经没有我的灵魂了。我的鼠标颤抖地移到关闭视窗的按钮，但画面中的我突然张开了嘴，发出声音：“你要去哪？”那声音和我一模一样，却带着一丝诡异的颤抖，仿佛两个声音重叠在一起。我猛然推开椅子，拔掉电源，让荧幕瞬间熄灭，房间再次陷入黑暗。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，不敢开灯，也不敢靠近那台电脑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唯有我的心跳声震耳欲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我还是不是我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来了一条简讯，发件人是未知。讯息的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：别害怕，你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。深夜，手机荧幕上的弹幕快速闪烁，屏幕右上角的观看人数不断攀升，已经突破5万。这是我直播生涯中少见的热度，甚至比我上次挑战灵异娃娃旅馆时还要火爆。而这次我选择的地点是一间已经荒废了20年的精神病院。我叫阿哲，是个专门做灵异探险的直播主。近年来，观众对鬼屋挑战越来越痴迷，无论是真实的灵异事件，还是精心设计的恐怖场景，都能吸引大量点击。为了满足观众的胃口，我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而这间精神病院正是网友们极力要求我探索的地方。传闻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骇人的病患集体自杀事件，那些患者在病房内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死状诡异，至今无人能解释。而在医院关闭后，仍有不少都市传说流传于当地居民之间。有人声称午夜时分能听见病房里传来低声啜泣，也有人说看见有人影在窗户后徘徊。我对这类鬼故事已经习以为常，内心虽然有些发毛，但还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打开直播，带着观众一同踏入这栋充满诡异气息的建筑。大家，这里就是传说中最阴森的地方——荣安精神病院。我举起手电筒，照向破旧的大门。锈蚀的铁门扮演着，仿佛随时会发出诡异的吱呀声。哲哥牛逼，这次一定要进去最深处。我听说这里有一间病房，进去的人都会发疯。看到观众们的热烈反应，我心里有些得意，于是笑了笑。既然大家这么期待，那我们就深入探索，看看这间病院到底有没有真的闹鬼。踏进医院的瞬间，一股霉味和腐败的气息扑鼻而来。走廊昏暗狭窄，墙上的油漆剥落，像是某种扭曲的黑影在蠕动。我打开手电筒，照向前方，灰尘在光束中飘散，显示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。这里感觉还挺安静的嘛，我自言自语，试图缓解内心的不安。哲哥，你后面。我靠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影，快回头看看。直播间的弹幕突然暴增，观众们疯狂刷着后面2个字。我背后凉飕飕的，
深吸一口气，缓慢地转过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条死寂的走廊。别吓我呀，各位，这种老梗已经不流行了。我挤出一丝笑容，继续往前走，但心里的寒意却久久无法散去。走到走廊尽头，我来到了一间铁门紧锁的病房前。这是病院的重度监护病房，当年那些诡异死亡的病患就是在这间房里度过最后的日子。各位，这里就是传说中最阴森的地方。我将镜头对准门上的名牌，锈蚀斑驳的字迹隐约显示着405病房。我伸手推了推门，门锁紧闭，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。我正准备转身继续探索，身后突然传来咔啦一声，门自己开了。手机荧幕上的弹幕瞬间爆炸。卧槽，刚刚真的没有人动啊！门是自己开的，这不科学。哲哥别进去！我的心脏狂跳，手心渗出冷汗，但作为一个灵异探险主播，这种时候怎么能退缩？于是我硬着头皮走进病房，手电筒的光束摇晃着照向四周。病房内空荡荡的，几张破旧的病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，墙上则写满了潦草的红色字迹。你也来了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这句话给我一种异常不祥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荧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弹幕刷出了一条诡异的留言：哲哥，你身后的墙壁在动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猛地回头，只见墙上的红字正缓慢地流动着，仿佛是新鲜的血迹渗透出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忙举起手机录影，然而下一秒，直播画面突然变黑了。手机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孔，苍白、扭曲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笑。我吓得差点把手机甩出去，直播间的观众也炸锅了。操！刚刚那是什么？是鬼！是鬼！哲哥快跑！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顾不得其他，拔腿就往门口冲。然而，当我抵达门口时，门却关上了。我拼命扭动门把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此时，耳边响起了低低的呢喃声：“你来了，呵呵。”这声音不是从耳机里传来的，而是来自房间内部。我浑身僵硬，缓缓地回过头，病床的缝隙间，一张苍白的脸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惊恐地倒退，手忙脚乱地试图重新打开手机直播，然而画面依旧是一片黑暗，只有一行血红色的字慢慢浮现：“你还想出去吗？”门后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。我用尽全力猛撞门，终于在最后一刻，门猛然打开，我跌坐在地，颤抖着爬起身，连滚带爬地冲出了病院。当我回到家查看直播录影时，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。从我进医院的第一秒开始，在我身后的黑暗角落里，一直站着另一个人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漫无目的地滑着手机。时间已经接近凌晨2点，整个房间静得可怕，只有手机荧幕微微发亮，映照着我的脸。我习惯性地打开了一个直播 app，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直播可看。界面上大多是一些平凡无奇的内容，像是深夜吃播、音乐直播，甚至还有几个搞笑短片。但就在我准备放下手机时，一个突兀的直播间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：午夜的邀请。这个直播间的封面图非常诡异，只有一扇半掩的房门，门内黑漆漆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皱了皱眉，本来不打算点进去，但大概是出于好奇，我最终还是点了进去。画面显示出来的是一间昏暗的房间，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电脑荧幕，光线微弱，
荧幕前坐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他皮肤苍白，嘴唇干裂，双眼无神地直勾勾盯着镜头，一动不动。聊天室里的观众寥寥无几，顶多10几个人，没有人发言，画面静得有些诡异。我本来以为这只是某个无聊的直播，可能是个社交障碍的主播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种毫无表情的眼神让我感到一阵寒意。这家伙到底在干嘛？我低声自语，手指习惯性地在聊天室输入了一句话：主播，你还好吗？讯息发出去后，他依然没有反应，眼神依旧呆滞地盯着荧幕，就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的讯息一样。但就在几秒钟后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缓缓开口了：你在看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。这句话是在回应我的讯息吗？聊天室里还是没有任何人回复，其他观众仿佛只是静静地观看着，没有人发言，没有人刷弹幕。这直播也太怪了吧，我嘀咕着，心想这应该是某种故意制造恐怖氛围的剧情直播，但气氛确实诡异的让人不舒服。接着主播又说了一句话：那么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皱起眉，心里有些发毛，但还是继续看下去。下一秒，荧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直播画面变成了一片黑暗，然后跳出了一行红色的字：直播已结束。结束了，我嘟囔了一声，有些不爽，感觉自己被耍了，白白浪费了时间。然而当我准备关掉直播软件时，手机荧幕突然开始闪烁，像是当机了一样。我皱着眉，试图按下返回键，但画面却突然再次亮了起来。那个直播间又回来了，但这次画面中已经没有了那名主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关上的房门，镜头静静地对准着门，就像是有人站在门前准备开门一样。我的心跳加快了一拍，指尖微微颤抖，这感觉太不对劲了。聊天室里终于出现了一条讯息：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我屏住呼吸，试图从手机中捕捉任何声音。最初我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只有耳机里传来的微弱杂讯。但是叮咚，我的门铃响了。一瞬间，我浑身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，心脏疯狂跳动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找我？我呆坐在床上，视线从手机移向房门，喉咙前的发紧。这时，手机荧幕上的红色字体又变了。现在换你直播了。我的头皮发麻，颤抖着将手机搁在床上，不敢再看一眼。门铃再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急促，叮咚叮咚，连续不断地响着，像是催促着我去开门。我僵硬地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外面没有人。他妈的，我咬着牙后退了几步，试图安慰自己这只是恶作剧。然而就在我转身准备回房间时，我的手机突然自己开启了，直播画面再度出现。画面里房门仍然紧闭着，但这次门缝下伸出了一只手。那只手苍白细长，指甲发黑，仿佛正在慢慢地往上摸索，像是要转动门把。不对，这是我的门。我颤抖着看着荧幕，突然惊觉画面中的门和我房间的门一模一样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。我猛地转过身，看向门缝，有一只手正从门下探进来，指尖缓慢地刮着地板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干！我猛地向后退，内心的恐惧达到了极限，颤抖着拿起手机准备报警。但就在此时，手机画面再次变黑，然后弹出一张照片。照片里
是我刚刚透过猫眼看出去的画面，没有人。但这张照片的右下角，赫然出现了一张苍白的脸孔，正紧贴着猫眼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我彻底崩溃了，颤抖着拔下手机电池，冲到房间的角落蜷缩起来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门外的声音仍然持续着，指甲刮地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像是要把门缝撑开一样。然后一切都静止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紧盯着房门，等了不知多久，外面再也没有声音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重新组装好手机，颤颤巍巍地打开荧幕。直播软件不见了，甚至连下载记录都没有，像是从未存在过。但是当我点开项目时，里面有一张照片。画面中，我坐在床上，拿着手机，满脸惊恐地看着荧幕。而我的身后，房门半掩着，门缝间一张苍白的脸正微笑地望着我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